直播算命，网友连线视频说自己被困在了古墓里，所有人都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整10车水泥往墓里灌他个3天3夜，再用压路机压平，可保平安。全网骂我冷血，他们不知道那墓里埋着比姜王还可怕的东西，而视频对面甚至都不是活人。我叫李相柳，是茅山当代传人，也是一名直播网红。平日凭借师门手艺，我获得不少水友好评，直播间积攒了不少人气。然而不想今日开播，我接待的第一个客人就把我骂上了热搜。早上我打开直播，首当其冲就是一则礼物通知，魏小雨打赏了100个礼花。魏小雨申请连线，我有些吃惊，毕竟我算命一次是1个礼花，100个礼花我都能把他手机相册第5张表情包算出来。我好奇问道：宝子，你是摊上什么事了？通过视频申请。果然一道哭腔就传入了直播间所有人的耳朵。主播你在吗？我被困在了一座古墓里，有东西一直在追我，我好怕。声音略显稚嫩，传递过来的视频却看不太清晰，光线昏暗，屏幕还在不停晃动，这个人似乎躲在什么地方，抖得很厉害。我透过他手机屏幕的微光，勉强看到一张吓得惨白的小脸。我更好奇了，那宝子你想算什么？阳寿还是阴寿？不是。女孩急得发抖，斗大的泪珠止不住的往下落，却是压着嗓子不敢发出大声。主播，我真的没有开玩笑，我被困在了玉江山的古陵墓里了，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下我。有东西在找我，我好几次都差点被他发现，我快坚持不住了。他捂着嘴，压抑的哭声却还是止不住，恐惧的情绪瞬间就蔓延到了直播间。直播间疑惑了，他不会说的是真的吧？我前些天确实听说隔壁玉江市发现了一座古墓，有考古队进去了，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新的消息。天哪，那他不会就是考古队的人吧？现场直击啊！卧槽，这是真的吗？这么刺激，那我们要不先想想该怎么办吧？主播是茅山传人，他说不定真有办法。直播间观众热情高涨，短短几分钟，热度竟然涨了1倍。我认真道：你们说的对，像这种情况，我们确实应该先想想怎么处理，所以我们把墓填了吧。直播间刷一下晋升了。魏小雨一愣，梨花带雨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错愕。宝子你别急，我听我给你算。我甩了甩手指，凑近摄像头就给他算了起来。一座古墓，听说文物已经被盗了，那就纯一个地下空洞，万一哪年下雨塌了线了，责任算谁的？运气不好再掉下去个人，或者掉下去个狗，掉下去花花草草也不好吗？而且那陵墓据说还不小，一般皇帝家都没他半个大，既然不住人，那房屋空置税怎么算？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那么一大块地，难道就让封建帮的老头头霸占了？所以要我说，直接填了算了。现在我们就整，直播间水友去整批文，我联系水泥厂，整10来辆搅拌车，灌他个3天3夜。别说追你的是姜王了，姜太公来了，他也得跪呀。我越说越觉得在理，越说越觉得靠谱。一拍桌子喜道：你就说，你这命我算的怎么样？直播间噌就炸了，你他妈到底是不是人？什么叫填了？就算不救人，也不应该这么说吧，太他妈恶毒了。我草了，我还相信了他，以为他真是茅山的，这个主播品德太败坏了，我举报了。就是，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还当主播，这不是带坏小朋友吗？恶毒，最毒妇人心。群嘲四起，我直播间热度短短几分钟，竟被骂涨了好几万。还好我的老粉丝愿意相信我。贝拉米老粉报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劝直播间各位善良，不然到时候打脸的可能是你。胖娃杀手，贝姐这么说，我就反应过来了，我愿意相信主播的人品，这个魏小雨8成有鬼。我笑了，对着直播间道，我这个人呢，从不背叛走向我的 money， 所以我刚才说的每一句都是为他好，毕竟一个死了的人，何不入土为安呢？我笑着看向一脸惊愕的魏小雨，而这话刚说完，直播间又沸腾了。死人？你在说什么荤话？这么一个大活人，你当我们瞎吗？就是，刚看别的弹幕，还以为你真有2把刷子，这就直接开始胡说八道了。对，这哪里是死人？你不会想说这是僵尸吧？可别丢人了，这要是死人，我直播吃屎给你看。直播间观众义愤填膺，我没说话，直接调大了魏小雨的视频框。有种活死人叫做尸奴，有些厉害的行尸杀死人后，会将那人转化为自己的尸奴，保存灵智，但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种尸奴如果死去时间不久，他的外表和普通人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只能从一些细节的地方察觉出他们的身份。我把鼠标移向视频中的魏小雨，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是，我没有死，我真的是来求救的。我叫魏小雨，是临海大学考古系大4学生，你们可以去查我的身份，求求主播不要再怀疑了，救救我。语气悲伤，闻者潸然欲泣。我直接暂停，鼠标指在了他的眼睛上。光线太暗，可算让我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了，你们看他瞳孔。直播间争吵一停，
再一会儿，终于有人发现了问题。不对，你们看，他的瞳孔怎么这么大呀？有人提醒，很快其他人也发现了魏小雨夸张扩大的瞳孔。他明明哭得悲伤，仔细看，却是瞳孔发散失焦，整个人无神也无光彩，诡异至极。我不急不缓道，人死后，交感神经会变得脆弱，表现出来最直接的一点就是瞳孔括约肌失利，瞳孔涣散，这也是医学上判定一个人死亡的重要依据。直播间弹幕翻飞，卧槽，我被吓到了，他的眼神真的好恐怖，不像是个活人。是啊，哪有人明明哭得这么可怜，眼神那么呆滞的，这真的像是有问题。不是吧？你们真信这个主播呀？你们不知道人的瞳孔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会放大吗？这是为了吸取更多的可见光，这点都不懂。哦对，是啊，我就说哪有什么刑事僵尸的，主播这为了流量真的是用尽了心机，这张图找了好久吧。可这不是主播刚才点的暂停吗？怎么是截图了又？弹幕又吵了起来。我无语揉了揉眉心，那既然这样，就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来证明我说的是对的了。再次点击鼠标，我恢复了与魏小雨的视频。他头往后退了一指距离，暗淡的光线下正好看不清他的眼睛。直播间一众网友在想确定，已经看不到他的瞳孔了。他此刻呼吸有些急促，声音夹杂着羞怒。主播，我是因为之前看过你的直播，相信你，才来求你救命的，可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如果你想要流量，想要赚更多钱，我出去后都可以给你，求求你不要再玩我了，好不好？我不信，除非你唱死了都要爱。视频像是卡了一下，一道恼怒绿芒从魏小雨眼中一闪而过，我看到就笑了。不唱是吧？那我给你唱，我大学期末海底捞可全靠这首歌保证精神正常，你可有福了。清清嗓子，我悠然唱出了声。那摩诃罗达那多罗耶耶那摩阿利耶婆卢杰地硕波罗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啊！魏小雨突然抱着头惨叫，诡异一幕惊吓直播间无数。魏小雨惊惧，这是什么？此乃大悲咒，提神醒脑。不过可惜，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啊！又一声惨叫，视频翻转，手机被魏小雨丢落在了地上。最后一幕，一只血迹斑斑的惨白尸脚愤怒踩在了屏幕上，视频瞬间黑暗。牙瑟的声音传来，伴随一声狮吼，手机破碎，连线被切断，整个世界安静了。喂，刚才骂我的人呢？在吗？弹幕，一起呀！卧槽，我刚进来，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恐怖电影吗？好吓人！我错了，主播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的，我的真神啊！这世界真的有僵尸！呜，吓死我了！跪求个1.8米大哥陪我聊天！呜，我也要，组个群可以吗？我的被子好像不够长。弹幕翻飞护体，偌大个直播间前所未有的开始团结。主播，那是不是考古队全部死在墓里了？我仰头躺在了沙发上，还是点了下头。那我们要不要去降妖除魔呀？对，主播我们去吗？这一定很刺激。走啊，干嘛不去？他不是茅山传人吗？这就是他该做的呀，快点！我拍了下沙发坐了起来。傻逼们 ，Someone just died。什么？我记得我也说了中文。弹幕随即炸裂。骂我，给你脸了，刚有点人气就飘，敢骂观众了。就是还有刚才那僵尸，说不定就是他找人自导自演骗流量的，不然就算那墓里出了事，僵尸怎么还专门打电话给他？对，我也反应过来了，而且僵尸会打电话。别逗了，人还是应该相信科学，差点被骗了。可是刚才是视频聊天啊，视频又不能 P， 最后那个搅和声音总不能是假的吧？天真，化妆懂不懂？直播间又吵了起来，我敲了敲桌子，打断了他们。要不要和我打个赌？什么？我平静道，3天后的这个时候，我会在玉江山封墓，到时候愿意和我对赌的，带上水泥搅拌车来玉江山。如果我失败，所有车物费我10倍赔偿。赌就赌，怕你呀？到时候你别不来，越装越像回事了，都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还能被你吓着？我嘴角翘起，一言为定，伸手一按，光荣下播，搞定，大头解决了。旁边我师傅用一只脚挑着旺财，正在给他做后空翻减肥。闻言他直摇头，那墓可不简单，你真要去？玉江山是九江龙脉会首之地，这种龙脉重地底下竟然出了一座凶坟，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我点头道，当然要去，那东西凶的批爆，不管不是中国人。我明天大白天去，趁他在睡觉，给他家做个全工业风装修。师傅你想不想去？师傅随口道，那就去吧。我笑了，打车直奔玉江山。到地方，我看到不少帐篷，知道考古队失联后，救援人员已经到场了。我下车，偷摸找个方向上山了。只是刚走没几步，后面突然有人跟了上来。走马阴阳，金锁玉关，漳州纪尧祥与茅山高人同行。走马阴阳是风水4家之一，此派号称走马阴阳断，金锁玉关通。
路过山水田宅，走马一观，就能直言不讳道出此地的虚实。风水之术极为神妙精准。我喜道：你是漳州几大师吗？之前玉江山陵墓还未被发现，因玉江山是古代九江龙脉会首之地，所有人都说这底下必定是风水宝穴，葬下先人，福泽后世。只有漳州一位季大师察觉到了危险，说玉江山下是大凶之地，生人勿近，可见其风水造诣。纪瑶点头承认，他不过30，穿着一身登山装，说话带笑，又有一股古风。大师不敢当，只是听说玉江山出了事，特地过来看看。没想到已经被封山了，只能劳烦李道友带我进去了。我惊喜，工具人来了，伸手请，结伴往山顶走去。聊了几句后，渐渐熟悉起来。季师姐，这座大墓的风水你怎么看？纪瑶脚步很快，说话却是极稳，听不出波澜。山川龙脉，顺天而定，应天运，应时人，可华夏5000载，从无一段朝代，如今日般昌盛，民心所向。如此时代，九江龙脉会首之处，原本不可能生出凶穴，而且是如此大凶之地，所以我必须来看看。登上山顶，此时天光大亮，玉江山连绵秀丽款款落入眼眶，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底下竟然埋藏了一座凶宅，一夜之间害死10数多人。我在山顶再次找到那口枯井，当时被困在墓中，我们就是从这口枯井下的密道退了出来。季师姐，你有什么发现没？纪瑶站在井口打量着群山，转过头来突然皱眉道：这条龙脉好像要死了。我一愣，龙脉是地理脉络，土肉、石骨、草木发，这也能死的吗？纪瑶指着枯井，人谁的脑袋也不能长个这么长的窟窿，都戳死人家了。我一下没听懂，就这个原因，一直说走马阴阳要比其他门派更注重表象，但这明明是抽象啊。季师姐，你没开玩笑吧？纪瑶认真点头，我的直觉不会错的。我翻了个白眼，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风景，山川秀丽，绿的人都发慌，哪里有什么龙脉要死的感觉？再说了，我之前还把龙脉之灵喊出来打过架呢，虽然说他好像有些虚诞。我脑海一凛，回头想问纪瑶，却是见他单手撑着井口，轻巧一跃就跳下了古井。卧槽啊！我赶紧赶过去往下看，就看到一个背影向着密道深处走去，我头都裂开了。这都什么事啊？发了条信息给我师傅，我跳下古井就向着纪瑶的方向追去。这条路是当年工匠在完成陵墓建造前，为了防止被墓主人杀人灭口留下的逃生墓道。我几步追上去，一路向下，绕过几层墓道，才在最后的破洞处见到了纪瑶。而那破洞底下便是陵墓大门。我和师傅在那门前打倒了守墓的血浆王，血浆王的尸体还躺在那里。纪瑶俯身向下面看，我担心他中尸毒，就想上去赶紧把他带走。纪瑶，这陵墓果然有问题。问题？我疑惑，走过去才发现底下并没有尸毒，竟然跟我当时离开时并没什么不对。血浆王的尸体怎么不见了？原先血浆王死去的地方，一套破破烂烂、血迹斑斑的古衣正摆在地上，里面的血浆王尸体却是消失不见了。我头皮发麻，大哥，没想到你死后的死后还有一劫呀！我问纪瑶，这陵墓有什么不对？他此刻似乎有点兴奋，指着那扇石门道：你看那门上雕刻玄武花纹，如果我猜的不错，这是四圣门中镇守北方的玄武门。古代以四圣守护皇城，这座陵墓怕是也才用了这种格局，这墓恐怕真是一座地陵。我皱眉，那就是说这座墓起码有4道城门，4座外城，这么大吗？那我费劲打败的血浆王不会只是这边北城的守将吧？那他这样的僵尸王岂不是说起码还有3个？我矮身扛起纪瑶就跑。季师姐，听我的，咱们回去和他们商量商量，把墓封了。我有办法证明墓里考古队全都死了。要是那帮人实在不听劝，我还有一套音响大阵，放10天8天三字经，我们再进去也比现在好啊。纪瑶身子轻轻一拧，就从我肩上滑了下来。你听我说完。你说你，我强行忍住吐槽的欲望。说吧说吧。暗叹一声倒霉，我从包里取出桃木剑，甩开就贴起了符纸。纪瑶重新爬了回去。这座陵墓规格极大，用心颇深，可如此耗费心力物力建造的陵墓，却唯独没有水。有风无水，不成风水格局。我不信建造出此墓的风水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所以此处必定有水。我点头领教了，然后惆怅道：季师姐，你打架厉害不？纪瑶摊手，打人可以，打僵尸不行。不过我算了，我今天出门属于是有惊无险，看样子得靠你了。我叹了口气，找死的黄历可不管。转过身，原本躺靠在墓道墙壁上的数百工匠骸骨，空洞洞的眼神不知何时定定看向了我们。咔咔咔，枯黄的骸骨立起，磨牙刺耳的摩擦声，一具具死尸扛起腐朽的刀棍冲向我们。我叹了口气，举剑齐眉，一直打高端局，好久没虐菜了，你们就别怪本掌门下手狠了。挥剑而出，青光璀璨，上青剑开光，青光一泻而出，数百尸骸如土鸡瓦狗被摧枯拉朽斩在了墙上，落地4分5裂。
我吹了口剑气，还是虐菜帅呀。背后却没有声音回我。我转身，一道身影背着几摇从破洞一跃而下。魏小雨。再往下看，人已在玄武门门口。魏小雨赤裸着脚，青红色尸腿醒目至极，他一手托着昏迷过去的几摇，猖狂对我大笑。李相流，你朋友现在在我手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跑。我转身撒腿就跑。魏小雨笑容一滞，你却是连我的背影都没看到。我快速跑出墓道，嘴里念叨着，季师姐，希望你算的命是对的。一把抓住古井垂绳，几个蹬脚就出了古井。给师傅打电话，师傅，有个傻娘们自己钻坟里了，现在一个豪情万丈的女侠准备去救她，你记得来救我。别忘了摇人。把手机放在井沿上，我翻身一跃而下。再次回到古墓，我颇有点三顾茅庐的滋味。难受，真难受。关键人家三顾茅庐是请大佬打天下，我3次上门都是找揍。眼见这次是第3次了，我的关羽张飞还没来，这不纯找死吗？在破洞上面犹豫了半天，我心一横，从包里取出一个墨斗，挤出墨汁全涂在了脸上，就当是个主题鬼屋探险吧。小小尸奴，看我吓不死你。悄无声息滑下绳子，我深吸一口气，钻入了古墓内城。随后我差点惊呼出声。从玄武门出来，一道悬崖笔直就在我脚下，若不是我小心，刚才就掉了下去。眼前有石柱，数人合抱，从崖下升起，高不可见顶，低不可见底。旁边有一条蜿蜒石桥，应该就是陵墓内城的墓道。石桥绕着石柱一路延展，通向不知何处，淹没在遥远的黑暗中。石桥两侧石柱之上，有童子童女雕像，手捧莲花，莲花花蕊火焰燃烧，摇曳如妖。我鼻子微动，嗅到了一丝鱼腥味。史记之中曾对秦始皇陵墓内部进行过一些的描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以人鱼膏为烛，夺不灭者久之。传说中长明不灭的人鱼灯竟然又出现在了这里。我啧啧称奇，可别真是秦始皇小时候的墓啊。取出氧气含量测试仪测了测，见到显示氧气含量19%，无有害气体，我松了一口气，随即向陵墓深处走去。石桥两边，童子雕像于黑暗中阴森，不知是不是我进来带动了墓中的流风，他们手中人鱼灯也摇晃不定，气氛恐怖。我不由加快了脚步，而危险悄然而至。走过一段距离，一道阴风突然贴着我头皮一转而过，我下意识缩脖，看清是一个尸奴向我挥爪，我一把伸手就薅住了他的头发，往地下一拉一按，是一个中年灰衬男，应该也是失陷的考古队一员。从哪跳出来的你？灰衬男嘶吼。我取出一张镇尸符贴在了他的眉心，抬头看去，石桥两侧石柱上一颗颗头颅攒动，都是些行尸走肉，攀爬在石柱上看着我，数量远远超过了考古队人数。我后背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么客气啊，夹道欢迎。不过大家又不是蝙蝠，大晚上挂着可有点危险。从包里快速抓出一包糯米，我用力一甩，天女散花，点点火星在黑暗中炸起，连接一片，便是声声惨叫。下饺子般，尸奴掉落悬崖，一个个消失不见。剩余少许，喉咙间低吼连连，但又不知听到了什么声音，一个个向着石柱顶端爬去，消失在了视野里。好对付的都让我有点懵。这些尸奴不比魏小雨，只能说是能打能跑的炮灰，并没有被保存灵智。看样子这个地儿的主人也不是什么人都要啊。不过这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知道这些尸奴好欺负就行了。我向后退了2步，一个助跑，跳上石柱。石柱上有童子雕刻，我攀住一处凸起，轻巧向上攀去。而果然，等我爬到高处，石柱突生枝桠，一根根如蛛网密布，平铺而开，互相连接，竟是成了一片可供人行走的平台。点点幽火点缀，鬼斧神工完全不足以描绘这场景。我爬了上去，轻轻敲击了下延伸的石柱，回音空灵，石柱内似有空洞。我想起来一种树，来源炎黄传说中的不死树甘木，《山海经·大荒南经》注：甘木即不死树，食之不老。相传甘木为蚩尤之躯，是他死后妄图复生催化出来的魔物。石成石，石木成木，不死不灭。这玩意不会就是扎根在石脉之上的甘木吧？那他所在的陵墓，我今天第3次后悔进入这座陵墓了。突然觉得季师姐吉人自有天相。然而就在这时，我隐隐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你们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人拿不下他，你们让我怎么跟国师交代？快去给我找到他，主人需要修道者的灵血。要是这次再失败，你们就彻底变成尸体吧。魏小雨的声音。我再次探上甘木树枝，远远就看到魏小雨站在尸奴群中发号施令，而随着他一声令下，所有尸奴如已受散，爬下甘木去寻找我了。我看着独自站在甘木上的魏小雨和他手中的几摇，嘴角微微翘起，踩着甘木枝，我一步步加快向他跑去。到近前，他似乎察觉到不对，猛然转头，就见我从黑暗中探出黝黑的脸庞，笑出一口白牙。啊！我伸手就将一把糯米塞进了他的嘴里，然后连同他的头按倒在了地上。刚死了还没习惯是吧？
没事，多死几次就不怕了。糯米啄得魏小雨嘴里滋滋作响，他还想挣扎，我提起桃木剑柄就按在了他的眉心。冷静一下，不然我把剑插进你脑袋里，给你烫个脑花。魏小雨身躯一颤，提起的双手无力落下。我松开手，任凭魏小雨将口中的糯米吐出。现在我问你答，敢说一个不字，敢拖延一点时间，我就直接给你一个痛快，明白了吗？第一个问题，你主人是谁？魏小雨喘着粗气。主人不会放过你的。好回答，你太爷一定很满意这个答案，因为他马上可以见到自己的孙女了。我甩开桃木剑，毫不犹豫，一剑就插向他的头颅。魏小雨惊骇，他张嘴还想说什么，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对墓主人的身份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几摇就回来就行。我一剑下去，魏小雨惊恐闭上了眼睛。然而一把折扇却迎了上来，一把桃木扇架住我的桃木剑，顺势一挑，将我推开。一个长得像九品芝麻官里面方唐镜的衣冠禽兽挡在了我的面前。拱手见礼，他露出了欠打的笑容。玉修会会长冯修远，见过道友。我拱手告辞，脚尖一点地面，拉开距离，我转身就跑。可就在我准备跳下干木的时候，眼前虚空突生涟漪，我向后一跳，避开，就见一把岛国武士刀从涟漪中探出，横在了我的面前。一个红脸长红鼻子，身穿蓑衣，背生双翼的高大妖物凭空出现，挡在了我的面前。弑神天狗，阴阳师。我转身。阴阳师，岛国江户时代安倍晴明创立的道派，御使弑神是他们的招牌手段，而天狗可算弑神中强大的一列了。从哪学的？你岛国人？冯修远手持折扇，微笑道，微末伎俩。我点头，确实，打这地960万平方千米，就没几个人玩。说吧，你找我干嘛？冯修远收起笑容，拱手一礼，请道友献出自身灵血，复活不死帝君银钩。我瞳孔骤然缩紧。银钩，4大僵尸始祖之一。相传银钩曾是皇帝手下的一位大将，为皇帝立下赫赫战功。但在一次大战中，银钩没有听从皇帝的安排，贪功冒进，导致全军溃败。皇帝一怒之下，让银钩去冥界看守黄泉冥海，永远不能回到凡间。银钩心里非常不满，怨气很大，最终吸引来了吼的一份魂魄。吼为古凶之一，与银钩合为一体，最终造就了一水火不侵、金刚不坏的怪物僵尸。后来传说银钩从冥界跑到人间找皇帝报仇，被皇帝用至阳至刚的轩辕剑毁掉了躯体。没想到他竟没有死，而且在这里借助蚩尤的甘木谋划复生。我的表情似乎让冯修远很是满意，他大笑道，还得感谢道友帮我打败了玉江山的妖修，不然我可没那么容易收集到他们的精血。我哦了声，是吗？我说他们最近咋不见了？那门口血浆王的血肉也是你偷走的？你想干嘛？冯修远笑容更盛，自然是用你们的血复活帝君。待我复活帝君，彼时彼刻，真正的华国将在帝君手下降临，而我冯修远将成为新国之国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忍不住抬手打断他，建国都多少年了，别说那丧良心的话。冯修远笑容一冷，不怕我现在杀了你？怕自然是怕，不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凭你也想走倒车？你注定要失败，而我李相柳出现在这里，你说那个赢家会是谁？我坦然看着他，丝毫不畏惧他阴寒的笑容。那如果你现在死了，赢家会是谁？我打了个响指。他。冯修远疑惑转头，就见一记鞭腿快如闪电，狠狠抡在了他的脸上。这下力道极重，直接将他抽飞了出来，掉落下了干木。纪瑶吃痛收回腿，呼了口气，师姐没骗你吧？打人我是有一套的。对，快跑啊！我甩了一张符纸到魏小雨身上，他刚想站起来，这下又不敢动了。而转身就跑的我便看到冯修远的弑神天狗振翅冲下了干木，去救他了。我暗骂一声祸害，抓紧往外跑。纪瑶紧跟着我，逃跑的速度和我不相上下。顺着干木爬下去，我俩立刻朝着玄武门的方向逃去。他边跑边道，那人说想要你的血，我刚想到，血不就是水吗？而且这条龙脉快死了，你说这里的风水会不会是龙吐血呀？我疯了，龙脉吐血，这也行的吗？师姐，你别太抽象啊。纪瑶很兴奋，我的直觉肯定是对的，这里的风水就是龙吐血，不对，龙喋血。那个银钩怕是需要一些上好品质的血来完成龙喋血，相柳，你怕是早早就被姓冯的盯上了。我一下明白了过来，妈的畜生啊，快溜快溜！纪瑶点头，我侧耳，身后一声爆炸声传来，我放在魏小雨身上的引爆符被触发了，不知道是他动了，还是冯修远回来了。我不敢耽搁，抓紧跑路。石桥已到尽头，我见状终于松了一口气，拉着纪瑶就踏出了石桥。抬头看去，眼前一座4柱大殿，大殿中央粗壮锁链吊着一副石棺。我傻了，纪瑶愣住了。我们是不是跑错方向了？这怎么看着像墓室？完蛋，跑反了！那我们是往回走吗？我没说话，身后隐约却传来人声。外城门早就被我的人封锁了，谅你李相柳也逃不出去，
等冯国师抓到你，我一定把你施加在我身上的屈辱都还给你。我凑过去好奇道，屈辱？被人变成这不死不活的尸奴就不屈辱？刚走到这的魏小雨浑身一震，整个人差点跳起来。你怎么在这？我看了眼他肚子上被引爆符炸得黑红的伤口，煞有其事道，我在你肚子上拍了一下，让你中午1点钟到这里来，看来你是领悟了。你胡说什么？我摊开手笑道，不然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等你？我说的随意，但越是这样，便越显得我说的不假。魏小雨不敢置信，可给他2个脑袋，也猜不到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收起笑容，呼了口气，认真道，现在我要给你说的话，你务必记住，不然待到帝君出关，你我都会因外贼入侵而被帝君惩罚，永世不得翻身，你听清楚了吗？魏小雨惊叫，你到底要说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道，我告诉你，我才是御修会会长。空气突然安静，魏小雨满脸不敢置信。我继续道，茅山掌门的身份只是我直播时的伪装，我原名叫赤玉，是御修会创立人，御修会的名字就是以我的名字起的。这些年我一直在为复活帝君而努力，我找来血浆王，打败群妖，但就在我即将成功的时候，岛国的妖人发现了我的动作，企图偷走我的身份，蛊惑帝君为他们做事。现在我独木难支，不是那岛国妖人对手，我需要你来助我。一通话说的魏小雨连连后退，挤摇在角落看着我，眼中全是崇拜。我叹了口气，继续道，我知道你一时半刻很难相信我，但你刚才已经通过我的考验，面对我的逼问，你并没有出卖帝君，所以我会永远相信你。我会在这里守着帝君，如果我在等下的大战中败给岛国妖人，被他杀害，我要你潜伏在他身边，在关键时刻告诉帝君真相，维护帝君的威名。除此，我赤玉别无所求，你走吧。我转身毅然扔下他，走向石棺。魏小雨却突然拉住了我的手，不，会长，我相信你。我嘴角翘起，大学生真好骗呀。我一本正经点头道，那就去召集你的尸奴大军吧，我们打鬼子。魏小雨泪目，燃起熊熊斗志。他转身就要走，我想到什么又问道，对了，你是怎么变成尸奴的？你见过帝君了？魏小雨摇头，不是，我是一觉醒来就变成帝君的尸奴了，还没见过主人。我若有所思，魏小雨去召集尸奴了。纪瑶问道，接下来做什么？我看向大殿内，4条碗口粗石链吊，或者说锁着那石棺。石棺样式古朴，长丈许，通体颜色偏黑，刻有象形文字，一时也难辨真意。而我看久后，竟然有一种跪地歌唱的冲动，是那个时代的人不错了。纪瑶问怎么了，我告诉他别老看人家棺材，容易跪。纪瑶惊得咦了声，不会是银钩已经复活了吧？鬼知道，要不我们开棺？纪瑶这会儿放松了，笑道，行啊，反正我今天有惊无险。我也笑了，季师姐，我出门没看黄历，你给我也算一个，今天是吉时凶。纪瑶掐指一算，很装模作样道，有惊无险。我一拍手，那就妥了，开棺。纪瑶一愣，啊，不是，我摩拳擦掌就朝着大殿中的石棺走去。我开棺下你，总好过你开棺下我。走进石棺，想了想，我又取出一支蜡烛，点在了大殿东南角。这种地方还是这种方法比较科学。我靠近玄关，纪瑶紧张道，你真要开棺啊？这里面可是银钩，算下来就是现在的阎王，也得叫一声府君。我瞥了他一眼，知道你还问，当然不开了，我有病啊。银钩肯定是没复活，现在复活他的方法有了，我找找有没有继续让他沉睡的方法。我仔细查看着石棺上的刻文，纪瑶也明白过来，一起研究。只是如此安静的科研工作也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冯修远终于找来了这里，他脸色铁青，李相柳，你胆大包天。他说话咬着牙，我好奇看着他背后的式神天狗问道，你的天狗手里东西都拿满了，他刚才是不是用脚把你提上来的？冯修远没有说话，带着天狗一步步就向我走来，明显是要动手了。我哼了声，拉着纪瑶就躲在了石棺后面。来呀，你打呀，棺材打碎了，我看你的皇帝砍不砍你脑袋。冯修远气得火冒三丈，你这是对帝君不敬，你好歹也是一派掌门，怎么可以这么无赖？对不起，最近不是了，下次我师父出国，我会发通知，到时候你预约下，我俩再打一架吧。冯修远沉默了，纪瑶悄悄问我，你能不能打过他呀？我淡然道，可以打，但没必要。为什么？因为我摇了人。冯修远没再说话，一直定定看着我。我面上不动声色，但已经觉察到有些不对。本来也不相信躲在石棺后面能安全，这会儿索性一步就迈了出去。我接受你的挑战。然而身后突然一寒，一只血手从我原先站着的地方突然伸出，如果不是我走开了，那手就抓到我的腿了。我被气到了，你这是对帝君不敬，你好歹也是一会会长，怎么可以这么无赖？冯修远立目，是神雪女。地下钻出一肌肤雪白、容貌温婉的素衣妇人。这是雪女，岛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妖怪，传说是山神的部下，掌管岛国冬天下雪的权柄。我再一步逃开雪女的一抓，冯修远已经突到了近前。你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
我提脚就踹裆，你以为呢？冯修远攻势不由一缓，这次表情终于是失去管理，狰狞了。啊！李相流，你他妈是茅山正派吗？卑鄙，无耻，下流！我懵了，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骂。反驳道：可你是反派呀！冯修远一愣，立刻恼羞成怒：我杀了你！雪女嘶吼从地上爬出，点点雪花飘洒而下，她面露狰狞。而雪影中那头是神天狗同样奔我而来，武士刀遥遥锁在我的脖颈。我后退几步，手一甩，四面五色旗从我手中抛出，霎时间立在了大殿四柱之上。天圆地方，律令九章，无令下笔，万鬼伏藏。五雷破霄。冯修远不屑：五雷法阵吗？你以为我会怕？反派死于话多，说的就是你。我手中五色旗中旗，戊己杏黄旗，一瞬之出，目标石棺。冯修远肉眼可见的慌了：你找死啊！冲过去就挡在了杏黄旗前面。果然不能提前叫醒，我说你刚才犹豫个什么劲？五雷法阵勾动雷霆，伴随戊己杏黄旗一瞬轰下，雷电轰击，炸裂如流水泼洒。待到雷光消失，雪女素衣焦黑，浑身有涣散迹象，显然刚才是她替冯修远接下了我的一击。我毫不客气，抬手召回杏黄旗，又是一击轰下。然而这次，一只黑翅拦下了雷光，翅翼一震，雷光瞬间迸散，杏黄旗被拍飞当场。原本红脸长鼻的是神天狗，眼神似乎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傲慢。我收回杏黄旗，有些迟疑道：大天狗。天狗和大天狗一字之差，但实力可以说相差100倍。岛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天狗是古代4大怨灵之一，是称第一大魔王的崇德天皇。宋宣和元年，大天狗崇德天皇肆虐岛国，整个日朝廷都拿他不下，求援大宋。当时有我茅山高人前往，回来后我茅山祖师自此被尊为三毛真君，可见大天狗实力。冯修远从大天狗后愤怒出声：杀了他！我不再迟疑，抬手数道符纸就甩了出去。走！纪瑶立刻跟上，身后爆炸声传来，我逃向石桥。然而身后破空声传来，大天狗手中武士刀急速飞来，我滚得躲过，那刀便擦着我的耳梢，直直插入了石头里，或者说棺木里。这一刻，我无比确定他就是大天狗。认命吧！冯修远已经追来，我撑起身子向前一滚，躲开了他的扇子。斜刺里，纪瑶一脚踢向他的脸，然而没等打到脸，一只黑翼已经挡在了前面。高大的大天狗站在冯修远身后，纪瑶全力一脚，纹丝不动。随后大天狗振翅，纪瑶被打飞，撞在电柱上昏死了过去。他话太多了，杀了他，有他的血就足够唤醒帝君了。冯修远狰狞，我喘着气道：冯会长，我承认你很有实力。大天狗果然厉害，允许我用最后一招来决胜负吧。你将是第一个看到他的人，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我平稳了下呼吸，后退一步，手探入了包中。冯修远眼神微眯，皮肤汗数，本会长就给你这个机会。大天狗，交给你了。大天狗迈步上前，武士刀被他召回手中一挥，凌厉刀刚渗人。我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白色圆球。冯会长，我敢来这里，一多半的依仗就来自这件东西，没想到你能把我逼到这一步，很不错。不过小看我茅山，你终究要付出代价，你确定要见识我这一招吗？我笑看向冯修远，他脸色不变，只是说话犹豫了。我夸张道：你不会不敢吧？放屁！你放马过来。好！我手中圆球立刻举起胸前。五雷五雷，步步相随，无身披金甲，头戴紫金盔。五雷一道，五雷相威，逢天天开，逢地地裂，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南斗6星，北斗7星，无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雷神伐世咒，诛邪！圆球猛然抛起，雷光迸发，冯修远骇然，忍不住后退。防御！大天狗立刻退到冯修远身旁，黑翅伸展，密不透风包裹住他和冯修远，紫黑色光芒笼罩其上。空中圆球被我掌心雷击破，一片片礼花落下，我转身就跑。现场安静了，几秒过后，黑翅露出一道缝隙，冯修远露出一只眼睛，看了2秒。混蛋啊！大天狗张开黑翼，仰天愤怒嘶吼，随即一只脚抓住冯修远，立刻就向我逃走的方向追去。然而没多远，他就见到了站在石桥上的我。我身后，我师父旺财小白宫宴顾夜带着救援部队杀进墓里来了。就是他。他谁呀？怎么会飞？他背上那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飞浆？我的天，我要抓回去切片。我也要。冯修远脸色大变，转身就跑。我身后一帮人乌泱泱就追了上去。师父，哪来的大天狗？这人什么来历？我连忙把之前发生的事告诉他们。现在纪瑶还在墓室里，师父，人得救，营沟得管，我们快追过去吧。好。一伙人又朝着石棺大殿赶去。路上顾夜不放心问道：那个营沟什么水准？你和他几开？几开？我直摇头，想了想道：就是我刚摸了2下篮球，老乔过来说要和我单挑，能明白不？
我师父补充一下，他说的老乔不是乔丹，是乔峰。顾烨公验护士一眼明白了，士气瞬间低沉。唯一斗志昂扬的是旺财，撒欢一样往前冲。再次回到墓室，冯修远已经守在了那里，雪女再度被他召唤而出。诡异的两个式神让在场的麻瓜终于保持了一丝理智。我带着人围住了他。冯修远，放弃吧，负隅顽抗，你只有死路一条。只是原本还算冷静的冯修远一看到我，情绪就爆炸了。李相柳，你欺人太甚！你别以为我输定了，我真名为土玉门修，为了银钩，我家族谋划100年，就算战斗到死，我也不会让土玉门蒙羞。大天狗怒吼，举刀向前，高大身躯横在了我们面前。我师父笑了，大天狗虽强，但真以为能抵挡住我们？顾小友、龚警官，这个就交给你们了。转身，他就盯上了刚被召唤出来的雪女。我翻了白眼，顾烨和龚彦憨直点头，迎着大天狗就上了。我赶紧上去帮忙，然而顾烨突然伸手阻止了我。这个交给我。大胆窝贼，胆敢犯华，胆大包天！雷电翻滚而起，顾烨须发皆张，威势骇然。时间施工，竟是时间附身。上次请神，难道施工他没走吗？我看了眼躲到一旁的师傅，一下理解了。而时间已是腾起雷云，对大天狗轰炸了开来。时间施工，出生在民国，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大天狗飞起，手中宝锤和武士刀劈开钢雷，向着时间杀去。宫焰急声，小心！头顶法兽泄至飞起，冲向了大天狗。我想起龙脉还未死，忙道：九江龙脉，速来助阵！虚空中，一道虚淡的龙影浮现，一声虚弱龙吟，如内日般。宫焰双目发出耀眼法光，金红泄至血肉生金，金鳞耀目，冲向了大天狗。雷电与司法，扬之极厉，狂暴攻势瞬息将大天狗打落地面。又一轮轰炸，大天狗颓然仰天嘶吼，身影虚化消失。而就在这之前，我师父已经将雪女揉成麻花，甩在了冯修远面前。速度之快，小反派骇然。冯修远惨叫一声，式神被打散，他被反噬击出了一口鲜血。而也在这时，头顶之上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所有人看去，就见一具巨行尸从巨柱上攀爬而下，数量之巨，令人骇然。冯修远惨白的脸上露出些喜色，魏侍卫，快来助我！魏小雨一跃而下，看向冯修远，八嘎住口！冯修远一愣，魏小雨喝道：岛国妖人胆大包天，竟敢私自潜入帝君陵寝！今日我奉国师吃玉之令，特来诛杀你！冯修远愕然，国师吃玉？我坦然向前一步，正是在下。冯修远回头，血丝入眼，瞬间崩溃。李相柳，你欺我太甚啊！他情绪激动地冲向银钩的石棺，我就算死也要唤醒银钩，我要把你们都献祭给他做血食。李相柳，我和你拼了！来不及阻挡，他取出一块石牌，一下就砸碎在了石棺上。一道灵光从破碎石牌散出，一个符号跃然出现空中。人群有人惊呼：蚩尤的符号！我师父脸色大变，几步上前，伸手就探向了那符号。然而触手却是被一下弹开，难以触摸。快走！我不敢犹豫，转身就让人快走。然而一群人此刻脚却生了根一样，脸上满是震惊、狂热，怎么也叫不动。李大师，我们不怕，你们继续，我们不捣乱。而变化就发生在下一刻，轰的一声，像是石棺被从里面敲响。石棺棺盖腾起一瞬，一片浓稠的黑暗从石棺中泼洒而出，所有光线被遮蔽，天地一片黑暗。这一刻，人类终于想起那曾经被黑暗支配的恐惧。惊叫声、惨叫声此起彼伏，混乱一片。而唯一庆幸的是，黑暗并没有持续太久，又一瞬，仿佛天地初开，墓室中重新恢复了明亮。所有人怕了，慌乱就往外跑。我也要跑，然而转头却是发现师父站在原地，正在布阵。我一下明白过来，逃不掉的。师父没回头，平静道：快走，不是对手。我咬牙跑了回去。冯修远大笑：回来好，回来好。等帝君苏醒，你们会是我送给帝君的大礼。我回头一看，宫焰、顾烨和旺财小白都没有走。脚步一停，再回头，我看着冯修远，冷声道：小八嘎，你是不是忘了你在哪？这里是中国。我拉着师父向后一步，就退到了大殿台阶下。随后我扑通就跪在了地上。我师父咦了声，随后毫无心理负担，甩腿跪下就是一个大拜。旁边宫焰、顾烨，此刻谢志和时间施工已经回归，我一手一个拉着就跪在了两边，连旺财我都扒拉倒，趴在了地上。而后我看向了魏小雨，他一愣，反应过来，哦，马上在我后面一跪，乌泱泱的尸奴大军就一个个全跪在了我身后。冯修远讥笑道：现在知道跪了，晚了。我咳嗽了声，扯着嗓子大声道：御修会全体同仁向帝君敬礼。献祭仪式开始，所有人倒头就拜。大殿石棺前，冯修远笑容一下僵在了脸上。不，你们干什么？你们是我的人啊，他才是我要献祭的人。不。然而他背后石棺已然立起，
石链崩碎，沉重的棺盖一寸寸划开，一位高大威武、长眉入鬓的闭目伪神出现在他的身后。睁眼，琥珀色的眼睛毫无感情。冯修远僵硬在了原地，颤抖着回头：“帝君，要献祭的不是我，是他呀！”然而他突然就不能动了，身体僵硬，眼瞳颤抖。拥有大天狗式神的冯修远竟一个照面就被拿下了，这就是僵尸始祖的实力吗？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此时此刻突然后悔来到此地。然而银钩已经动了起来，一只脚从棺中走出，他晃了一下，而我注意到，就刚才那一瞬，银钩的身体竟似乎分离开了少许。他的衣服上有一道从左肩到右眼的划痕。我突然明白，没有沼气血液，被强行唤醒的银钩，他被轩辕剑斩断的身躯还没有合在一起。银钩一步步就向我走来，我开始不自觉的紧张。待到他走到我面前，我后背竟然已经湿了一片。他另一只手就摸上了我的头，冰冷，好像头顶压上了一块寒冰。我发愣，冯修远却突然能说话了，哈哈哈！预言说，帝君重生会探看开棺人的记忆，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李相柳，你没想到吧？你个冒牌货！帝君，快杀了他！我才是御修会会长。我立刻浑身一寒，然而银钩表情突然精彩了起来，微笑、疑惑、好奇、皱眉、震惊、骇然，数不清的表情出现在了银钩脸上。所有人看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银钩第一次开口，很不错的记忆，李相柳。随即一道鲜血突然从冯修远胸口迸射而出，银钩抬手，股股血液一束束汇聚到了他的手心。冯修远颓然跪倒在地，脸色惨白，逐渐干瘪。喂，什么？银钩嘴角突然挂起笑容。这一瞬间，我怎么突然觉得他有点像我？小八嘎，你是不是忘了你在哪了 ？China。冯修远目眦欲裂，轰然倒地，死不瞑目。我看愣了，咋回事？我师父也有点懵，想到什么，他疑惑道：“不会是你脑子里的废料太多，原始人接受不过来了 ？CPU 烧了，烧妈了都！”所有人跪着看银钩表演变脸，场面诡异至极。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郑晌武说话谁也没有加。说好3年，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都快10年了。老板，兽人永不为奴。师傅唏嘘，你看的还挺杂。我意识到不能让银钩继续下去了，站起来问道：“帝君大人，有什么吩咐没？做人如果没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那你的梦想是什么？”银钩突然顿住，我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听他低声笑道：“好想去晒太阳。”我沉默，拉过宫宴，办个特快航班，给他买条短裤，送他去夏威夷。宫宴咬牙：“好，我马上想办法。”银钩脸上突然露出笑容：“你要送我礼物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回礼？”我刚想说不用，然而银钩手已经探入了衣领，一道狰狞可怖的伤口露出，从左肩路过心脏，一直到了右腰。他找了会儿，取出一块玉佩递给了我，收下。师傅点头，我犹豫着接过了那块造型古怪的玉佩。那我们出去？银钩点头。从石桥离开，身后突然传来异响，石桥开始崩塌，一块块开始跌落深渊，发出隆隆响声。这座古墓开始崩塌了。我们从墓穴出口离开，墓中的尸气已经被吸收殆尽，一路很是平静。一辆直达机场的越野车已经等在外面，银钩很高兴就坐了上去。我不放心，又把包裹成粽子的魏小雨塞进了后座。有事联系我，明白？是，会长。越野疾驰而去，一切似乎结束。宫宴问我，山下来了10几辆搅拌机，拉满了水泥，说是找你。我惊喜，对，快放他们进来。另外，刚才进墓的那些专家教授也找来，我要直播封墓，看谁敢拦，看谁这次不给我刷礼物。